蚌埠旅游最让我惊讶的4个点：第一点，蚌埠的小吃都特别好吃；第二点，蚌埠市区的超市物价特别低，6块1斤的猪前腿肉，肉质看上去很不错，挺新鲜的，还有猪肝4块钱1斤，鸡蛋4块3毛1斤啊，会员价更低，只要3块7，这比淮南物价都低啊，真是木了。第三点，蚌埠市中心的经济发展程度比我想象中要更发达。根据2024年安徽省各市人均 GDP 排名来看，它和淮南一个排11，一个排12，挨得很近。但实际上，蚌埠无论是环境质量、博物馆等基础设施、公共文化场所的丰富性来说，都比淮南要高。第4点，蚌埠市的龙子湖公园里蚊子真的巨多，视频里拍不太出来啊，但只要你的眼神一聚焦，就能看到天空中飘着密密麻麻的蚊子。我去过那么多公园，只有龙子湖的蚊子啊，多到直接被吓跑的程度。4点总结完毕，接下来分享我们旅游的整个行程。今天是2025年9月23号，周二，阴转暴雨。蚌埠市有4个市辖区，我们去的是余会区和蚌山区。早上8点半出发，我们从淮南的田家庵区一路骑电瓶车骑到蚌埠的余会区，全程大概要骑50公里左右，耗时2个半小时。车子的电池是72伏35安的，虽然理论上来说续航最高可达130公里，但骑行时所遇到的风阻、路况、上下坡等等影响，实际上真实续航都要打个4、5折，也就只够跑个单程。于是我们骑到蚌埠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充电桩。打开支付宝，右上角出行，选择骑行，下面的双轮充电就可以找到了。打开定位以后，可以看到周围的一些公共充电桩，大多都在小区里边。不知道其他城市怎么样，我们感觉蚌埠市区的电车充电桩挺多的。至于效果和价格啊，片尾再揭晓。当我们把车停好，时间已经是中午的10点30分。这个时间段去吃早点啊，有点晚，选择范围也很小。本来原计划是去吃韩记7中的烧饼夹里脊，到现场才发现他家关门。搜了一下，营业时间是早上的6点到8点，晚上的3点半到8点。蚌埠很多老店关门时间都特别早，大家想吃的话一定得合理安排好时间。不过好在我收藏了很多美食啊，重新选了3家附近还在营业的店铺。这3家呢也是很多人推荐的。第一家叫李记油茶，点了招牌面筋泡灌鸡蛋，3块5一个，豆浆2块1碗。看着呢就是普通的炸油条加个蛋，一口咬下去啊，口感十分酥脆，鸡蛋也鲜香油润，好吃。我还是第一次尝试这样吃油条，很有特色，除了价格小贵。第二家叫张记油炸，离李记不远啊，就几百米，顺路走过去。点了几种我爱吃的，有平菇、土豆、鸡翘翘、鸡腿，还有招牌猪里脊肉。不得不说，这家店的价格好贵啊！这一小盘炸串加上一个鸡腿就花了23元。一口下去，先来个鸡翘翘，屁股肉处理得很干净啊，没有任何骚味，炸得很干，连骨头也可以嚼碎吞下去。缺点嘛，肉质偏老，我更喜欢鸡屁股那种带着脂肪的肥嫩口感。接着来尝一口诱人的大鸡腿，鸡腿炸得很熟，但又不会很柴，口感比想象中要嫩得多，蛮不错啊，好吃。其中我们一致认为最好吃的是炸里脊片，超级软嫩，入口即化。至于素菜味道都很一般，炸串的口味是正常的甜辣味，主打咸鲜口。吃不了辣的，记得让老板少刷点辣酱，或者直接不刷。最后第3家叫雪原小吃部，蚌埠有名的老店，据说是非遗美食，主打4色元宵和鲜肉馄饨这2种单品，馄饨10块，元宵9块，门口付好钱都要自己端碗。馄饨料下的挺足，虾皮很多，没有紫菜，就是胡椒粉放的太多，汤喝着十分呛口。特别是我已经说过少放胡椒，阿姨还是放的正常量。那吃下来感觉还行，合格的一份江浙沪馄饨。除了肉馅里边有香葱，要是不放的话，肉感会更好。至于4色元宵，则完全不推荐啊！元宵皮包得太厚，里面的馅儿就一点点，红豆味道很奇怪，山楂馅儿甚至连白糖都没有化开。除了加酒酿的汤底好喝以外呢，并不属于一份好吃的汤团。
一路吃完早中饭，时间已经来到中午12点半，没想到一天都过半了，才和老公开始逛蚌埠。我们一共去了4个地方。第一个地方是蚌埠市图书馆，位于蚌山区的淮河文化广场里。本来只是想逛广场，没想到市区图书馆就在这儿，顺便进来给手机充下电。片头我提到淮南来做对比啊，像这种大型的公共图书馆，淮南真是少得可怜。除了一座2022年新建的淮南市图书馆，另外5个区级图书馆都一言难尽，一个门面装得跟超市一样。还有田江区和潘集区，图书馆开放时间本来就短，中午工作人员还要关门午休2小时，我还是第一次遇到中午会关门赶课的图书馆。而隔壁蚌埠市不仅有4个大型的区级图书馆，还有2个市级图书馆，主管新馆和新开的市民广场分馆，以及一个40层的瞭望城景的图书馆，还有数不清的新式网红图书店，不消费也能免费看书，环境都很不错。这真的是人均 GDP 只差了2000的区别吗？那带大家逛完蚌埠市图书馆，下一站就是蚌埠市博物馆新馆。去的时间不太巧，正好遇上2楼装修，很多镇馆之宝啊都放在2楼展厅。本来博物馆就只有3层可以参观，分别是1层、2层和4层，3楼呢是设备间，所以啊只能和老公在4周溜达，看看临展厅、远古历史厅和书画厅之类的，没有什么亮点。话说入口大厅也乱糟糟的，当时我看到这个场景，心里面想，不错哦，这布置还挺有个性的。结果我老公在身旁默默说了一句：“这不就是没弄好的样子吗？你看不出来？”好吧，可能我上海艺术展看多了，审美观已被扭曲啊！我当时还以为他们地上撒的那种是行为艺术。博物馆出口附近有卖文创纪念品，我看了一下，里面的价格都挺贵的，比如这个迷你的帆布袋，小小一个啊，39块。薄薄的金属小书签35元一个，还有什么手绘明信片35元一包，哇，吓一跳。逛完博物馆出来，对面就是蚌埠市城乡规划馆，来都来了就进去转了一圈，看看蚌埠的城区规划设计。没想到蚌埠市附近有那么多山啊，地形挺像南京的，四周被山包围。对了，小贴士时间，博物馆里没有茶水间，反正我们去的时候没找到。要接水的话，可以到对面的城乡规划馆，这里可以免费接水。2个馆都打卡完毕啊，接下来去逛蚌埠最出名的龙子湖公园，直接导航到南北分界线这里开始逛。有一根很醒目的直行地标建筑，下面分别有4个神兽：金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。其中朱雀呢做的最好，而玄武骑的这个小乌龟啊，着实有点敷衍。身为4A 级景区的龙子湖，湖景挺好看的，就是蚊子太多了。前半段呢，主要是蚊子幼虫，也还好，毕竟它不咬人。万万没想到，走到湖边后半段，蚊子就变大了，乌泱泱的一片大蚊子啊，想忽视掉它都难。逛完龙子湖公园，时间来到了下午5点半，这时候天气预报里的雨终于开始落下，我们也搭上公交车回渔会区取车。下半场美食开始，听说蚌埠螃蟹很有名，实在很馋啊，忍不住点了一盘试试。现在9月下旬，没想到用的螃蟹还是6月黄。这是我的脸，这是蟹。这6月黄真的挺小的。螃蟹炒得很鲜美，我们只点了一盘菜，也送了果盘，好像这家店每桌消费就会送吧。费力嗦完蟹呢，还是很饿，继续骑车去吃蚌埠的干扣面。这家洲际拉面虽然不是热门推荐，面呢看着也平平无奇，但它的味道正宗，碗底满满的猪油，面条吃着韧劲十足啊，纯粹的咸鲜味更突出了拌面的优势。面条是很有韧性的，对吧？你看着上面好像很水，但实际上也是蛮干的。填饱肚子后，时间已经是晚上8点半，天色黑得不行。这个点儿去逛张公山公园，啥都看不见。就是啊，月亮后面有个塔，特别亮。
摸黑逛了一圈，里面有一个张公山动物园，晚上8点关门，还有一个珍珠女的雕像，是张公山公园的地标建筑，很漂亮，就是比我想象中要小一点。好啦，今天就带大家看到这里了，现在时间已经很晚了，9点半。接下来我们准备骑上电瓶车夜骑回淮南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收藏、关注、转发。拜拜，下次再见。花絮时间，那个小区充电桩啊，我们充了整整8个小时，花了3块5，结果骑到一半路程就没电。万幸啊，中间有一个加油站可以给我们的电瓶车充电，不然就要在下暴雨的情况下露宿街头。骑车骑到一半，现在在下雨啊，不过也不是因为下雨才没有骑的，而是因为这个电瓶车没电了，骑到中间只剩下2格电，这样的话离回家就还有17、18公里了。冒着大雨，在马路边上也没有路灯，啥也没有，只有大货车。最后回到家已经是半夜的凌晨2点半了，还好第二天没感冒。